第一次见面，大叔就在陌生人面前脱掉了袜子，这才看清大叔根本就没有脚趾甲。不仅如此，他连手指甲也没有，指甲的位置光秃秃的，地上的小东西根本捡不起来。开易拉罐是最痛苦的，更难以置信的是，他不能用玻璃杯喝水，一拿起来就会滑下去，杯子在手中反复滑落。节目组怀疑大叔是故意的，大叔却说自己没有指纹，光滑的东西根本拿不住。大家一起按手印，大叔的手印模糊一片，真的看不到任何纹路。由于缺少指甲的保护，轻轻按压手指就会带来剧烈疼痛。然而大叔的工作却很依赖手指，他是一名汽修工，工作需要一直动手，就连缠个线圈都会疼痛难忍，哪怕一个小小的失误，都会给他脆弱的皮肤造成不小的伤害，手上也总是伤痕累累的。因为要养活一家老小，他就这样忍着疼痛工作了30年。医生说他患有一种名叫大疱性表皮松解症的罕见疾病，由于是遗传性的，所以没有根治方法。其实这些大叔都无所谓，他在意的是女儿。女儿出生的时候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女儿的手指，看到女儿有着正常指甲，大叔激动地哭了。他不想让女儿承受和自己一样的痛苦。现在大叔最喜欢做的就是帮女儿剪指甲，女儿也很懂事，每天都会帮父亲包扎伤口。 커튼실하고 안 다치시면 좋겠고 안 다치게 기도할게요. 他每次坐地铁都要先把鞋油涂在脸上，连续10年每天涂1盒，10年来没洗过脸，厚厚的鞋油像抹了一层沥青，干裂后令他疼痛难忍。即使这样，他依旧每天涂抹。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他却什么都不说，紧张地环顾四周，焦急地等待着什么，又好像在躲避着什么。随后等来一个女人，女人带他来到救济站吃饭。这里的工作人员说，女人是他姐姐，他们这样已经10年了，大家都不知道发生过什么。记者决定上前询问姐姐情况，没想到姐姐看到镜头越来越激动，冲着节目组大喊大叫。随后两人快速离开，又跑到了地铁站，随便找了个躺椅准备睡觉。此时气温只有4度，记者担心他们冻出病，提出要帮他们订房间，却被拒绝了。记者不忍心看他挨冻，脱下自己的外套给了他。白天还没等节目组找他们就急匆匆找到了节目组，把外套还了回来。第一次对记者说了谢谢，说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要。大家把姐弟俩带到了派出所，经过一番调查，总算搞清了他们的身份，家里父母健在，还有一个哥哥。大家随即决定带姐弟俩回家。刚上车一听说要回家，姐姐立马情绪失控，说什么都不要回家，哭着求大家放她走。无奈之下，只能让他们离开。随后记者单独找到了他家，才看清这家的情况。父亲身体不好，母亲痴呆。父亲说这两姐弟从小就不正常，经常无缘无故的一起离家出走，曾经多次阻止也无济于事。为了寻找他们，父亲到处张贴寻人启事，一直没有回音，还以为姐弟俩已经遭遇不测，就连父亲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每次都要离家出走。大家在地铁站找了好几天，总算又找到了姐弟俩。至于为啥不愿意回家，姐姐还是没有说。为了拉近彼此距离，记者决定跟他们同吃同住。每次在救济站，弟弟还会主动帮记者打饭，慢慢对记者敞开了心扉。记者顺势提议给他们找个住的地方，姐弟俩也接受了。弟弟的皮肤状况非常严重，甚至已经引起了溃疡。记者建议他先把鞋油洗掉，他犹豫了好久，看起来有所顾忌。经过长时间的劝说，他终于决定洗掉。随着一点点揉搓，大块的鞋油开始脱落，还差点把下水道堵住。从卫生间出来，像是变了一个人，恢复了皮肤应有的光泽。隔天，大家带姐弟俩去做了心理咨询，这才知道他为什么涂鞋油。之前有人在地铁看到智力缺陷的他，就开始无缘无故的殴打。有人建议他往脸上涂鞋油，这样就可以唬住别人。他也不知道管不管用，为了保护自己不再被打，就把鞋油涂到了脸上。接着姐姐也说出了不愿回家的真正原因，都是因为家里的那个大哥。大哥脾气暴躁，经常对他拳打脚踢，因为害怕所以才跑。姐弟俩彼此依赖，弟弟担心姐姐独自一人在外不安全，所以会跟着姐姐一起离家出走。经过长时间的沟通，姐弟俩终于放下心理包袱，同意回家。一见面，父亲就把姐弟俩搂入怀中，心疼地抚摸着。大哥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表示以后不会再打他们了。姐弟俩也向记者保证不会再离家出走。但就在这期节目播出2年后，有观众反馈说，他们好像又离家出走了，在地铁站又见到了脸黑黑的人，不知道是真是假。节目组决定回访，现在2023年，姐弟俩到底过得怎么样了？根据之前的地址来到他家，发现姐弟俩都胖了很多，脸上也干干净净的，精神面貌已远超过去，希望他们的生活永远充满希望。他们用胶带把大姐的眼睛遮了起来，接着让大姐做数学题。他们只是想求证一件事，因为这大姐说自己有3只眼，即使遮住双眼，仍然可以看东西。说着就要展示自己的绝技，戴上特制的眼罩开始读报纸，结果还真一字不差地读了下来。而且大姐还上过电视，被多家媒体报道过。难道真的有特异功能？大家决定换一种测试方法，先在角落偷偷画了几个图形，然后让大姐照着画出来。没想到还真难不倒她，众人都叹为观止。
大姐表示自己这属于第六感，能感受到周围磁场的细微变化。平时在家都蒙眼打扫卫生，就是为了不断训练第六感。不过呢，凡事要讲科学，毕竟眼罩是大姐自己准备的，说不定里面就有猫腻。于是节目组现场制作了一个眼罩，又用胶带把她双眼遮起来，现在完全看不到任何光线。那先来到计算题吧。计算过程中，大姐表现得很奇怪，她始终侧着身子，不停转头，好像在寻找一个合适的角度。她解释说要用一侧的鼻孔感受数字。这时大家开始怀疑她的真实性，随后想到一个绝对不会作弊的方法，直接把黑色胶带贴在眼睛上，这样就没有任何缝隙了。那么好，测试继续，在距离她3米的位置举起扑克牌，让大姐猜手上拿的是什么。这时大姐突然开始发功，一阵手舞足蹈后，什么都没猜出来。大姐却要求休息片刻，说能量用完了。只见她不停地大口吹气，片刻后就看到胶带被她偷偷吹出来一条缝隙。接着大姐表示可以开始了。为了防止她透过缝隙偷看，记者把扑克又举高了一些。大姐仰着头又是一阵比划，说记者拿的是一张小卡片。随即记者偷偷丢掉扑克，比了个数字3。这下她通过缝隙也没看清楚到底是数字几，随便说了个数字4。知道自己回答错误后，大姐突然说自己头好痛，第六感能量已经耗尽，今天已经看不见任何东西了。随后匆匆离开了现场。这就没啥好说的了，根本就没有什么特异功能，省流，骗子。他能在头发丝上刻100个字，只见他先把头发固定起来，接着用微雕刻刀在上面刻字，最后呢给头发上个色，文字在显微镜下就显现出来了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可以在沙粒上刻字，也能在5厘米的石板上写一部千字文，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他需要2年才能全部完成，期间还要更换20多种刻刀，比硬币小很多的铁块上也能刻800多个字，相对来说，在小米粒上刻字就显得简单多了。大叔说，头发上刻字很考验人的耐性，刚开始做的时候刻了100多根头发，1年下来呢，只成功了2根，为此自己头发日渐稀疏，现在都是用别人的。见到别人都是先看头发，黑长直是他的最爱。他现在还开了头发展览，小朋友都看傻了。大叔目前只能在头发上写1行字，还说希望以后可以在头发上画一幅清明上河图。小伙有车不坐，偏偏拿着摄像机钻进了后备箱，拍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。小伙并不奇怪，奇怪的是这车的后备箱，每次开车经过这个路口，后备箱就会不受控制的自动打开，好像有什么东西要上车一样。即便手动关闭，它还是会在众目睽睽之下自动打开。但除了这个路口外，后备箱一切正常，而且其他经过这个路口的车也没有发生这种情况。大叔觉得这里可能发生过事故，自己一定是被什么东西缠上了，越说越害怕，于是和节目组约定白天再聊。第2天，摄像小哥直接钻进了后备箱，准备全程拍摄，想看看后备箱到底是怎么开的。接着开车经过路口，录像显示在没有任何外力的作用下，后备箱又自动打开了。真的是奇怪，大家觉得应该是后备箱机械锁出了问题，来汽修店一通检修，发现机械锁是好的，那会不会是这个车型的设计缺陷呢？大家找来了同款车型，开车经过这个路口，后备箱没有任何反应，所以这肯定就是大叔车辆自己的问题。最后大家来到 4S 店，师傅发现车辆安装了后备箱远程遥控，问题可能就出在这里。师傅说，如果路口附近的设备频率和遥控频率一样的话，开车经过后备箱就会被打开。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到附近具有相同频率的设备。经过专业设备的搜索，还真找到了与遥控器相同频率的设备，就是路口这家店的感应门铃。大家拿感应门铃测试，结果却并不能打开后备箱。这时专家又说了，想要打开后备箱，只有相同的频率也不行，还需要设备间的密码都一样才可以。也就是说，这个路口肯定存在一个频率和密码都和车辆遥控器一样的设备，所以每次经过后备箱就会自动被打开。至此谜团解开了，现在要做的就是去更换遥控器密码就好了。